赛再来看。毕竟电子竞技的赛场，大家都是有胜负欲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一局比赛。蓝色方是北京微博，红色方是成都 AG 超玩会。你上来把镜搬掉。今天的这个镜对于这两位打野选手来说的话，出不来，都不想放给你。微博又搬一个凯，空空儿鲁班大师。微博应该是想用橘右京去打1级的老虎。越是恐惧，黄铁先拿黄铁稳一个对抗路的优势线。这时候看 AG 他选不选择出自己那一套张良，因为这边太乙已经没有了，太乙没了，且张良还是要出啊。因为是选不到镜，选不到大司命的。对，大司命是自己用过的，然后镜是一直在班位上，他没有张良最好的搭配，选了一个阿古朵，而且他王昭君没有先出。对他这个阿古朵的话是有一点以选代班的意思，因为自己张良体系本来就挺怕阿古朵的。对，怕阿古朵大招拆。而自己这边的话打阿古朵，最近喜欢做输出装，可以弥补伤害上的不足。而且我把王昭君藏着，因为北京微博在游走位出过2把庄周，而且都赢了。所以王昭君我也先不着急拿。那微博这边就给听月，今天状态火热的听月直接选到了他的女娲，11战10胜的女娲。今天的听月说他的状态起飞一点不为过。只和理想结盟，只与纯洁立誓。马超，渲染上一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马超。对。这局选马超也是为了去针对北京微博的后排，一个后羿，一个女娲，这两后排都非常怕马超。张飞搬掉了，微博的是搬掉了一诺的公孙离 ，AG 再搬宫本，暖阳的宫本非常恐怖。微博再搬一个敖影，敖影也是到后期之后贴女娲很好用的一个射手。宫本武藏加上墨子，这宫本武藏已经不是 AG 今天第一次搬了。对，然后微博最后还防了一手 AG 出双边，因为一诺是有一手老夫子的。是的。花会枯萎。一诺这赛季拿过2把老夫子。给长生选一手小乔，那小乔加张良加阿古朵这一套 combo 伤害很足了。这局得看微博他扛伤的人。看看给暖阳选择什么样的英雄，圆坦用了，大司命暖阳这赛季不玩，凯也用了，那还有的就是梦琪，梦琪也可以扛捏，吃张良大招，然后狂铁也可以，看看要不再来个庄周或者蔡文姬，盾山，用盾山去 counter AG 剩下的一个射手，加上马超。盾山的话，目前在外面还能拿到的射手，并且不受影响的，首先艾琳是别想了，有影响的。伽罗太平无忧。诶，伽罗好像还可以啊。对，我记得伽罗打盾山拉长弓，把握好角度，效果还可以。不过也难打啊，不好打。不过也难打，打是肯定不好打，也难打。在这儿得看张良和小乔这边，因为张良和小乔他俩其实打盾山是可以的。阿古朵打盾山也可以，他是这个道理。因为我之前看过，就是一场盾山打找角度，对，就是有一场盾山打海月也是这个道理，就是我盾山在这个地方放着，你海月拉不拉我？得拉。你不拉我，你伤害要被我稀释多少？你说你阿古朵的普攻，马超的枪，对吧？都要被我稀释，小乔的一技能都要被我稀释。然后你张良如果捏我梦琪狂烈进场了。张良捏。那梦琪狂点进去打拆火，对啊，或者是女娲这边丢个1技能也能打拆火。我记得伽罗打盾山好像有个30%，有个30度的那个角度。对，他就对吧？找个角度，在盾山力大的时候，他找那个侧翼的一个角度，那个剑可以钻进去。这是伽罗打盾山很远古的技巧了。这把蓝色方5楼盾山，我觉得啊。这手盾山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毕竟一诺的这个艾琳，他在这个赛季是4战4胜嘛。然后在上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极光那个法球流的艾琳，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，就最近有人用法球流艾琳上了巅峰第1，然
然后就立刻学起来，立刻就用起来。我相信职业选手们应该都有关注的，尤其是发育路的选手。然后盾山确实选出来，对于艾琳的是天克。对，不光是艾琳，还有李元芳。对，还有个李元芳，然后还有虞姬，这些英雄都拿出来你玩不了。一方面是卡你发育路，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你这个阵容，你的飞行物太多了。是的，阿古朵、小乔、马超都是核。对，这一个盾山拿出来，一个克几个，一举多得的事情。来吧，让我们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，蓝色方北京微博，红色方成都一商会，我就是瓶子，我是解说黄超。全军出击。上来就针对马超，可以卡一个兵，对，不让你吃。下路就让后羿抗压。后羿这赛季小麦拿出来了2把都赢了，大招命中率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小麦今天状态也不错。小麦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激进的那种。看一下目前组内实时积分情况，只要北京微博在这场 BO5再赢1个小局，北京微博将拿到第3个大场积分，那么北京微博将能够锁定季后赛胜者组，同时晋级年度总决赛的大师组，拿到胜者组的第3个名额。那胜者组就只剩1个名额了。对的，这波阿古朵是只有3级，有一个野没刷，直接出野区。梦溪他前期是不能阵亡的，他不能在前期死太多，死太多的话，他这个经济就崩了。让 AG 太顺，他是扛不住的。是的，扛不住张良、小乔加阿古朵那一套，那这个盾山选出来其实收益就不高。他哪怕前期就是我不主动开团，我不做什么事情，我就稳住自己，然后就想着打后期想着打后期在那立个盾 ，AG 就很头疼。就是我稀释你伤害啊，对，打不出伤害来。就是一波团战，一个盾山立在你面前，你的这些飞行物全被挡掉了，你说这团战咋打？是的，微博他前期都可以稳发育，别做太多事情，就看后羿就给剑。如果真有什么剑给的很好的，那可以上去动手。其他时候的话，盾山就不要想着2闪开，那就得盯住 AG 大帅了，就得把大帅的这个张良对防一下张良节奏啊，看看女娲能不能用3技能找找张良位置。或者是提前在下路动手了，一个2技能背回来，一诺开大加速跑，再来一个闪现躲了女娲这发诛灭，他没有第一时间交闪现。对，这波下路应该小麦动的先手，后羿到4级之后先给了一剑，然后中到了一诺。镜头切回来的时候，盾山已经2技能飞上去了，盾山就直接背了啊。但现在一诺在下路没有闪现，而梦溪的盾山是有闪的，就得小心了。或者叫大帅过来做协防。感觉后面盾山如果在下路待着，一诺得过一个塔后线，过塔前线，把兵线等到后羿送到自己塔前面请，然后其余时刻用自己的2技能远程补兵。对 ，AG 中野辅想爆一波，这个位置是想蹲一个人的。那盾山保持安全距离，先让梦琪去卖。梦琪反撞砸2个，啊，张良回头给个大招捏一下，没人可以补到伤害。这个满质量梦琪太肉了，盾山再加个大招在这里夹住，中医这个位置有点难走了，最终被暖阳拿到1血，依旧是暖阳的1血。伽罗这个位置跟过来，小乔补的伤害先带走了盾山，马上这个位置上打，狂点一个2闪跟过去锤到了一诺，一诺手里没有闪现了，但是推到了队友的身侧，最终梦琪上去被张良的一个1技能拦在了门外。这波很赚，因为微博他人是齐的，虽然说 AG 中野辅是占了一个右草，可以先蹲一下。马超有点想法吗？想杀女娲有点难。然后小乔中了一箭，继续。刚才那种情况就是梦琪和盾山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安全距离，尤其是盾山，因为盾山前面比较脆，暖阳是满质量的，对，他的梦琪满质量，我就往你 AG 中野辅面前一站，你开不开我？你不开我就先来开你。他被张良捏住之后吃了几火，还有半管血。对的，然后吃完一套之后，盾山再出手，这个时候盾山出手他就不怕了。女娲给视野照一下，矩阵一放，给一发诛灭，打残了伽罗，而且暖阳把龙给拿到了。对。
听月刚刚很细节，是梦溪站在了 L 草的位置，然后听月过去用传送照亮了河道草，然后飞下来落地直接给矩阵夹击，然后把人推走，扶伤控制。他现在也知道梦溪的盾山是很脆的，对的，是扛不住的。钟毅现在是要想办法帮轩辕提前破掉对方的外塔，能够让这马超带先带起来。这把轩辕的马超跟上一场 BO5 一样啊，要赢得靠他。是的，非常靠他。他是 AG 这边一个带线优势点，而且也是对微博这里后排杀伤力最大的一个点。就这把如果限制了轩辕，同时这个盾山又限制了一诺，你等于是把 AG 两把最锋利的刀给他打钝了。是的，因为伽罗这个点的话，打梦奇和狂铁在后期的时候是很好打的啊。正常压 AG 防守力度还不错，那微博也不恋战，直接走。回来继续站住 L 草，下路是让狂铁去跟伽罗打1对1，因为毕竟下路一诺的1塔已经被推掉了嘛，所以不是很敢出来在吃前，所以狂铁一定是优先。马超经济，轩辕依旧是全场第一。而且伽罗的经济没有很低啊，对吧？伽罗经济4000了，4200了。一诺毕竟没阵亡过，而且有一些资源是让一诺跟着一起蹭的，让一诺跟着蹭也去支援的。所以伽罗发育会快。而微博这边的话，就是要把资源前期先堆在暖阳身上一部分，让暖阳能够去扛住 AG 的这套 combo。其实这把微博的上野子墨的经济也不低嘛，两个人经济都不低，都是能扛的。对，这一剑的话是被阿古朵滚球形态给挡下了。而且因为有后羿的存在，所以梦溪也不用太拘泥于自己的这个2闪，他就等后羿，后羿命中了就开，后羿不命中就不开。他的作用也很简单，团战往伽罗面前架个大，架个盾，就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压塔的时候他在那立个小盾，对，立个小盾牌，阿古朵就得把大招交出来。哇，这波女娲伤害消耗的很好，这才只是7分钟。马超现在经济是全场最高 ，AG 想试着抢一下这个先是主宰。哎，狂铁晃了一下，子墨蜘蛛感应。命中盾山，背一下，背回来，直接把长生给控死了。丈量大招已经交完，护着一诺打了一波状态，不过中路的兵线已经进到了防御塔下，可以直接点，把 AG 的中1塔破掉。微博这个游戏画面已经完全打出来了。是的，而且选手打得非常谨慎。对，子墨刚才在那个位置，他是有点蜘蛛感应的，知道草里面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待着，所以他在那晃。然后把伽罗和张良晃出来之后，那小乔在野区位置被开，微博就很敢跟输出。因为我们说了，今天微博他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更好。对的，更细节，掉点少。小乔他前面是跟张良、伽罗在一起，后面被晃了一下之后，他是从野区的位置回2塔那个方向去的。而伽罗和张良是绕了一下。对我们常说的，就是有的队伍他找机会能力强。但是你找机会，首先得对面给机会。对的。小暴君，微博过来把视野挤开。10分钟前的最后一条小龙了。阿古朵大招已经交过。对，丢完了球球。后羿大招还有3秒。对，然后这波过来吃到了张良的一个捏，然后直接被激活暖阳秒了。被秒了以后，这波往前挤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喂到那个伽罗，伽罗一直在点，追着梦溪的盾山也倒地。这波微博稍微有些冲动，因为当时后羿这里还有3秒钟大招就好了，完全不用着急。他们没有等后羿去先手，而这波反而是想让自己的野辅去先手了。对，想先让打野去卖，然后盾山去拆火。但是打野卖的时候，血量本身就被 AG 消耗了一波。对。哎，这一剑命中到了马超，但是马超这波可以走。
距离太近了，晕眩的时间不够长。对的，然后再回到刚才，就是盾山想要去拆的时候，直接是被大帅张良闪现拉开了，对，躲掉了，直接给操作了一下。实时经济6907，已经超过了胜场平均10分钟经济均值。轩然在这个赛季的表现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对位经济差1100，而且他的输出能力在对抗路本赛季是排在了前3。同时你也很少在这个赛季看到轩然掉点。这波大帅被开了，张良阵亡，但这个位置盾山血量也很残。得拉扯一下，对，再等下一波。小麦的剑非常关键，而且这套阵容 AG 就只能让中艺过去挡剑，如果中艺的剑没有挡住，那其他人就不能中。梦奇把油草视野挤开，小麦的剑马上就好。哎，中到了阿古朵，哎，命中到了阿古朵位置，赶紧交2，交大招跑。女娲的这把诛灭并没有能够击杀他，而这边伽罗直接点剑，最后一丝血，暖阳还是倒了，被中艺给拿下。一丝血，那这样打野的阵亡 ，AG 可以拿到这条暗影暴君，继续往前追击。张良过来一个大招捏到了盾山，把盾山给带走。马超继续追，狂铁过来给个2技能拍一下。女娲自己是飞走了的。10分钟龙团 AG 拿完了以后，拔掉了微博的中2，还能够反蓝区。这波的话，微博虽然是后羿，哎，再看擦身而过，想命中伽罗。刚才的话是虽然中了阿古朵，但是他们背部受敌。对，一个马超，渲染的马超就卡在微博的后面，让微博进退两难。又是一波控制链集火打狂铁，狂铁有点扛不住。在没有人可以碰到伽罗的情况下 ，AG 的团战就会很好打了。伽罗稳定的输出，然后马超给到微博后排威胁太大了。刚才盾山那一幕，说实话也有点，就是有点心疼他的，因为他又要想着用盾牌举着前面。防来自前方的伤害，又要考虑后方马超，看他的盾牌一直在旋转，一直在转。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是很难盯马超，盯不住啊！你被马超绕到背后了，你就只能往正面打，收也收不了，因为你收的话就会被伽罗这个阵容一直追，对，一直追点。那就是后羿的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能一路往前打。目前的这个经济差 ，AG 已经拉开了6000。AG 的双边非常肥，伽罗马上逐日就有了。马超这边还差最后一件就神装。带有3路龙兵进来，下路有暗影之镜。背靠高地的话 ，AG 还是要小心一下微博的反手。哦，小乔闪现吹风不错，对，开得很好，直接融掉了。马超竟然再来一枪，冲进去之后直接捅掉了双 C， 听月和小麦全部阵亡。围绕着伽罗去点人就好，见人就点。这波梦奇出来还没砸到就直接被处理掉，伽罗3连决胜，狂铁这边扛不住，一诺最后一波4连超反，团灭掉了北京微博，结束比赛了，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。今天的这2局比赛